哎呀，朋友们，我老公给我爸过62岁生日，过的全是死亡元素。我们邀请我爸生日当天从铁岭坐火车来到北京，跟我们一起过生日。大胖媳妇呢就一直在精心准备给他老丈人的生日礼物。他最近买了一个大鱼缸，然后他呢就把里边最美丽、最闪亮、最贵的一条鱼赐予了他老丈人的名字。这条鱼叫雅莹，跟我说：“你看我这礼物准备，别的鱼都几十块钱，雅莹250，雅莹也来。雅莹看着雅莹在海水里，无忧无虑的游，多么好的礼物！而且大胖媳妇还给鱼缸里的每一条鱼都起了名字。结果我爸不就来北京过生日了吗？我爸到俺家楼下进电梯了，大胖媳妇一看进电梯了，赶紧把鱼缸的灯给关了。他想的特别好，就搁那拿遥控器等着摁灯呢。结果我爸一进屋，大胖媳妇咔嚓一摁灯，鱼缸啪亮了，里边一只鱼被吓着了。那个鱼吧，平时就是后边是鱼鳍，光滑的鱼鳍。那天那灯一亮，那鱼大惊吓，所有鱼鳍都变成大刺儿，咔咔咔咔，后边全大刺儿。然后那鱼就咔一下就把他旁边游的那条鱼给扎死，而那条鱼就是雅莹。我爸一进屋，行李还没放下呢，大胖媳妇完了，雅莹直眼了，给我爸整一愣。我爸说咋的了？我咋的了？大胖媳妇说这条大鱼它叫 Jamie， 就是我刚才被吓着了。我害怕，我在这事儿，我跑远了，我咔咔。然后这大胖媳妇就拉着我爸呀，就聊这个雅莹没的有多惨。然后在晚餐之前，我还特意教了大胖媳妇几句给老人过生日时候说的吉祥话。他给我爸说，那学的也是稀巴烂。祝你福如东海，祝你福如东海。寿比南山是什么？你现在福如东海，长流水，腐乳好吃。什么腐乳？腐乳的红色的豆腐，你吃的是臭腐乳。臭腐乳长海，长有水。还有一句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谢谢，谢谢。他说也给我准备了个礼物，我可怕了，我指定了要函数白蛮腰繁花限定礼盒，这才是送到点子上了，颜值杠杠的，美白大佬成分给咱们有效白白，暗沉长斑啥都不用担心吧，温和不刺激，一套用起来小脸白嫩透亮的。我爸说，你说我过生日，你净整这些不好听的话，这马上过年回铁岭了，咋整呢？你二虎吧唧的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，今年过年我的爸爸我的妈妈都来，那是2虎吧唧乘以3，6虎24级，6虎24级。我爸说，那你就不能教教你爸你妈吗？过年来了说点好听的不行吗？大胖媳妇说，我教了，去年龙年我就是上网查的关于龙的成语，手把手教的我妈。今年我也是这么做的。然后我的公公婆婆还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，给我好好展示了一下这3个外国人精心排练了10多遍的来铁岭要说的吉祥话。祝你在新的一年里，我现在就被钢琴要会就像将万里揣着那样，一朝被蛇咬，一朝被蛇咬，这样他身上。我要疯了！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，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。上船开始，这导游吧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请注意，右手边叫大象吸水，左手边叫骏马回眸。”又过一会儿说：“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。”他们呢听不懂，就极度好奇，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？导游说啥？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？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。我说你看啊，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，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。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？还站着等？他不回来，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。我要是这石头，我早把门反锁了。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，再见爱人。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，他们都理解不了。这外国人吧，他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，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。咱们呢正相反，咱从小就背古诗，就得背意境。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，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，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，没有回。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，我爸是这么翻译的。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a stars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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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温迪说哦，我的上帝呀，星星都干碎了。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？灾难片。他们虽然不理解易经文化，但是呢还贼好奇，就一直问你问题。我不回答就问我爸，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。温迪最后说，你要是硬逼我说，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，像块姜。晚上10点回民宿，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，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。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，温迪他们仨一来，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。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，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，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。我去他屋一看，老头啥事没有，喝啤酒呢，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。我说爸，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，一粒就有1.28克的欧米伽3，超浓缩含量高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， 每天1粒，10项全能守护，很方便，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，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。
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，我跟她说，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，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，说你们这样吧，有点折人家面子，你们配合一下，人家说像啥，你们就先说像，完事再自己琢磨。这下好，第二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，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。温迪他们谨遵教诲，一直在捧场。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，能说英文，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，他们就一直夸。哦，对呀，好像啊。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，温迪是啊，多损呐，多损呐。但是吧，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，它慢半拍是错位的。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，温迪说，哎呀，真的好像孔雀呀，太生动了。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，孔雀还没到呢。我说温迪啊，捧场捧得好，但是捧早了，这个是金猴回首 ，Monkey look back。温迪说啊，等丈夫猴呢，我懂，旺夫猴。外国人的婚姻到底有多脆弱？一个驴肉火烧就出轨了。我婆婆和我公公不是来中国了吗？张铁这2天一直属于一个生不如死的精神状态。在澳大上学，大胖媳妇学校这2天有事儿，张铁一个人在家陪寝，语言不通也就算了，吃的可遭老罪了。早饭拔凉三明治，午饭拔凉三明治。yummy。我想喝酒。What is he saying? Bojo means drink alcohol. 10 o'clock is too early to drink alcohol. Bad boy. 我咋就败着了呢？温迪他就这样，他只吃那种最简单、最无趣的白人饭。我们想出去品尝啥美食，他都不敢吃，就显得他这个人吧有点隔路。所以他这次带着他老伴儿布莱恩来，是希望有个队友。他都跟布莱恩说了，到时候你捍卫一下我，让他们看到不是我故意搞特殊，咱们都这样。结果布莱恩呢，坚守战线不到24小时，叛变了。大胖媳妇回家带着6个驴肉火烧，布莱恩很好奇，说：“哎呀，闻着挺香啊，这玩意儿啥呀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驴肉三明治。”布莱恩吓一跳，布莱恩嘴上说不吃，心里已经开始动摇了。但是温迪不吃啊。这时候温迪瞪了布莱恩一眼，布莱恩被震慑了一下子，说：“啊，驴我就先不吃了。” What? 香迷糊了。 Oh my goodness. 一个多碗去香米糊，布莱恩确实也想香迷糊，趁温迪一走，他就叛变了。吃完，大胖媳妇问他爸：“现在吃一头驴这个事儿，你还不能接受吗？”布莱恩说：“吃一头驴我还是不能接受。” I could eat 10. 大胖媳妇和张铁发现布莱恩孺子可教，一起给布莱恩安利。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缤纷吗？中国的美食遍布在各个小街小巷，那些看着破烂子的小饭店里。你愿意跟着我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吗？你愿意吗 ？Do you? Do you? Yes, I do. Do you? Yes, I do. Yes, I do. 于是这3个男人一拍即合，开启了中国美食探索之旅，把温迪一个人留在了家。温迪是吃的适应不了，来干的地方脸也泛红，老蹭我的施乐肤 C 霜。北京和东北冬天都干，就它能一整天保湿，干燥泛红都解决。出门不用想那么多，带 C 霜就够了。这么一大罐子，没酒精没香精，全家都能用。温迪都知道这牌子，在加拿大可火了。布莱恩太爽了，他3小时内挑战了糖葫芦、烤鸭、低头、低屁股、剪蛹子等中国美食。我说布莱恩，你叛变了，温迪不生气吗？布莱恩说：“我就叛了，怎么地吧？”布莱恩吃了1天，回来温迪炸毛了，跟布莱恩一顿输出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，你的立场应该是跟我一样，没想到你来了，你就和他们一起孤立我。哇哇哇！温迪至少说了20分钟，布莱恩就冲温迪笑。 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. 我瞅他，我就觉得不对呀。这次见布莱恩，他咋这么聋呢？我知道他耳聋非常严重，但是他们医院给他配了一个非常好的助听器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那个助听器不是说可好用了吗？布莱恩说好用啊，但是我根本就没充电。我说那没电的助听器，那不就是一对耳塞吗？那不更听不着了吗？布莱恩说对呀，你还是结婚时间短，这玩意儿就是要不再见听力，要不再见爱人。